我是在一片腐烂的恶臭中醒来的，准确地说是被醒的，胃像被人攥住拧，五脏六腑都在痉挛。我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不是末日废墟中那个肮脏的天花板，而是我家别墅卧室的穹顶，纯白的水晶灯，淡金色的墙纸，还有窗外透进来的属于文明世界的光。我的手在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我认出了这个房间。末日降临前7天，距离第一批丧尸潮攻破城市防线还有整整168个小时。我缓缓坐起来，低头看自己的手，干净的，完整的，没有被变异犬丝咬过的痕迹，指甲缝里没有血污，小臂上没有那道深可见骨的疤，那是父亲亲手用刀划的，为了用我的血引开丧尸，好让他带着那个女人和他的女儿安全撤离。我闭上眼，上辈子最后那3分钟的画面像烙铁一样烫在脑子里。我被绑在路灯柱上，手腕上的血顺着铁管往下淌，丧尸群闻着血腥味蜂拥而来。我隔着栅栏看见父亲搂着继母林婉清和他女儿苏妙妙上了那辆改装装甲车，林婉清甚至摇下车窗对我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没有愧疚，没有不忍，只有一种终于处理掉了的如释重负。而我的父亲陈国栋全程没有回头。我死的时候，距离末日爆发才过去43天。我死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自己攒下的最后半瓶矿泉水和一块压缩饼干塞给了路边一个快要饿死的小女孩。那是我上辈子最大的善良，也是最大的愚蠢。叮，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低头看了一眼，是基地群里发的消息。父亲陈国栋，这2天准备一下，基地扩建需要人手，大家都别闲着。林婉清回复了一个收到的表情包。苏妙妙跟了一句，爸爸辛苦了，我和妈妈今晚给你炖汤。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上辈子我就是被大家别闲着这句话骗回去的。我傻乎乎的跑去帮忙搬建材、清场地、做后勤，把自己累得像条狗。结果基地建成后，分配名额的时候，林婉清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念念还小，又不顶事，先让妙妙住进去吧。父亲沉默了3秒，然后点头，他永远都会点头。上辈子我哭过、闹过、跪下求过，甚至把从小到大传的所有成绩单、奖状、特长证书摊在他面前，证明我有用。他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点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疲惫的、急于了断的冷漠。他说，念念，你让着点妹妹。让着点。从我10岁那年林婉清带着苏妙妙进门开始，这句话我听了8年。让房间，让学校，让机会，让食物，让水，让命。我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深吸一口气，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了。我翻身下床，赤脚踩在地板上，感受着脚下冰凉的真实。窗帘被风吹起来，阳光在墙壁上投下一道晃眼的光斑。我走到衣柜前，拉开柜门，把里面那些颜色寡淡、面料廉价的衣服全部扯出来扔在地上。这些都是林婉清给我买的。她说，念念要朴素，不能跟妙妙比。所以我穿了8年她挑的旧款打折货。我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我妈留下的东西，一本存折，一串钥匙，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眉眼和我有7分像，笑得温柔又明亮。妈，我轻声说，手指抚过她的脸。你放心，这次我谁都不让了。窗外，小区里有人在遛狗，远处有小孩在笑，世界还安静着。没有人知道7天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丧尸病毒爆发的第一站是城东的疾控中心。我知道军方会在第3天封锁主城区。我知道第5天会有变异犬从地下管道涌出。我还知道父亲陈国栋会在第7天亲手把亲生女儿绑在路灯柱上，用她的血换一条生路。我坐回床边，开始列清单。存折里有23万，这是我妈留下的。父亲不知道，上辈子我傻乎乎的拿出来补贴家用，最后全花在了苏妙妙的钢琴课上。钥匙是我妈婚前的一套小公寓，50平，在城西老区。上辈子我根本没想起来。我在纸上写，第1取钱，第2看房，第3囤货。写完这3条，笔尖顿了一下，我又加上第4条，离开陈国栋。从此以后，他不是我爸，我没有家人。我把纸条折好塞进口袋，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陈念，上辈子你死于善良，这辈子……我盯着镜中那双比从前冷硬得多的眼睛，一字一顿，你只对自己善良。手机又响了，还是父亲的群消息，明天基地动员会，所有人都得来。我看了2秒，按灭屏幕，开始洗漱，水龙头哗哗的流。我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脸，18岁，皮肤白，眉目还没完全长开，看起来怯生生的，像只随时会被吓跑的兔子。这张脸
上辈子就是他最大的保护色，谁都以为他好欺负，谁都觉得他不会反抗。我把水泼在脸上，用力揉了揉。动员会设在小区会所，来了40多个人，都是这片的业主，平时见面点头的交情，末日来了就成了战友。我到得早，找了个角落坐下。父亲陈国栋站在台上，穿着件灰色的冲锋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在慷慨激昂地讲基地的规划。我们有120个人，20个壮劳力，足够的存粮，只要大家齐心协力。齐心协力4个字让我胃里一阵翻涌。上辈子他就是这样动员大家出钱出力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救世主，却不知道他那套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逻辑，本质上是让别人去拾柴，他来烧火。林婉清坐在第1排，苏妙妙挨着他，母女俩穿着同款白色羽绒服，像2朵白莲花。苏妙妙比我小1岁，长得像他妈，杏眼尖下巴，看起来楚楚可怜。上辈子所有人吃他这套，包括我爸，他永远在不经意间说些让人心疼的话，比如姐姐好厉害，我就不行。比如妈妈你别怪姐姐，她可能不是故意的。每一次都是我倒霉。下面请几个年轻人上来表个态。父亲的目光扫过人群，精准地落在我身上。念念，你先来。上辈子的我会红着脸站起来，磕磕巴巴地说几句我愿意帮忙之类的话，然后被安排到最累的岗位，干最多的活，拿最少的资源。这次我没动。念念，父亲的声音提高了一点，带上了那种熟悉的带着压迫感的慈爱。我靠在椅背上，抬头看他，嘴角甚至勾了一下。爸，你说你的，我听着呢。全场安静了半秒，林婉清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一丝意外。苏妙妙也看过来，然后飞快地低头，小声说了一句：姐姐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她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几个人听见。立刻有人投来关切的目光，这就是苏妙妙的厉害之处，她永远在替别人着想，永远在化解尴尬，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往你身上扎刀子。我没接茬，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低头看。父亲在台上又说了几句，大概是基地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年轻人要多承担之类的话，然后开始分配任务。陈念，你负责后勤物资登记。他顿了顿，补充道：这个活轻省，适合女孩子。我抬头平静地看着他，不用了，爸，我最近忙，没时间。父亲的脸色变了，林婉清适时地开口：念念，你爸爸这段时间为了基地的事都快累垮了，你就帮帮他嘛。我看着他笑了一下，阿姨，你说的对，我爸确实累，所以我更不能添乱，让妙妙去吧，她一直都想帮忙。苏妙妙的脸僵了一瞬，父亲皱眉：你妹妹身体弱，不能干重活。登记物资又不是搬砖。我歪了歪头，而且妙妙不是一直说她最擅长这些精细活吗？上辈子苏妙妙就是靠着身体弱3个字避开了一切体力劳动，却抢走了所有轻省又露脸的活。这次我把这3个字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苏妙妙低头，声音带着颤：姐姐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可以去的，真的。她这副样子立刻引来周围人的同情。有个阿姨忍不住说：陈念，你妹妹都这样说了，你就别……那就这么定了。我直接打断她，笑着看向苏妙妙：妹妹这么懂事，我当然要成全。明天早上8点，物资仓库，别迟到。父亲的脸沉下来，正要开口，我已经站起身。我还有事，先走了。走到门口时，我听见苏妙妙在身后小声啜泣，听见林婉清低声安慰她，听见父亲压着怒气说了一句：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我没有回头。城西老区的公寓比我预想的还要破，楼道里的灯坏了一半，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我爬上4楼，用钥匙拧开那扇铁门，一股陈旧的灰尘味扑面而来。50平，一室一厅，水泥地，白墙已经泛黄，客厅窗台上还摆着一个空花盆。我妈以前爱养绿萝，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这套房子是她婚前用自己攒的钱买的，不大，不值钱，但那是她给自己留的后路。她死后，我一直没想起来这回事。上辈子在末日里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这套房子就空着，门都没人开过。我走进去，把窗推开，风灌进来，吹散了屋里的霉味。楼下是一条老街，菜市场、杂货铺、五金店，烟火气很浓。我趴在窗台上往下看，脑子里已经开始盘算，房子虽然破，但结构完好，位置也好。老城区的房子墙体厚，楼层不高，方便观察和撤离。楼下就是菜市场，末日降临前，我可以在这里囤购物资。存折上的23万
放在和平年代不算什么，但在末日前7天能做的事太多了。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满计划的纸，在窗台上展开，开始算账。首先是食物，压缩饼干、罐头、脱水蔬菜、奶粉、盐，这些是最重要的。上辈子我在基地里饿了1个多月，最后连皮带都煮着吃，那种胃里火烧火燎的滋味，这辈子我不想再尝。其次是水，自来水系统在第5天就瘫痪了，纯净水、净水片、滤水器一样都不能少。然后是武器，冷兵器为主，菜刀、斧头、钢管、弓箭，上辈子我赤手空拳，连只变异老鼠都打不过。最后是药品，抗生素、止血带、消毒水、退烧药，我把每一项都列出具体数量、价格、购买渠道，再乘以3，因为上辈子我太知道什么叫计划赶不上变化。算完账，天已经黑了，我把纸条折好，锁门下楼。楼下菜市场收摊了，但旁边的小超市还亮着灯。我走进去，买了5箱矿泉水、10包方便面、2袋大米，让老板帮我搬到车上。我叫了辆货拉拉，已经等在路边。老板是个50多岁的男人，一边搬货一边问：小姑娘买这么多东西，家里要办酒席啊？我笑着点头，办一场大的。他把最后1袋米搬上车，擦了把汗。行，用完了再来，我这啥都有。我扫码付钱，多给了他50块小费。他愣了一下，咧嘴笑了。谢谢啊，下次给你打折。我上了车，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再过6天，这条街上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丧尸。这个老板、卖菜的阿婆、修鞋的老头、放学回家的孩子，他们会互相撕咬，会流着咸水追逐活人，会在月光下发出那种不属于人类的嘶吼。上辈子我亲眼看着这一幕发生，吓得连哭都哭不出来。我让司机把东西搬到储物间，自己先进了门。客厅里，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林婉清在旁边织毛衣，苏妙妙窝在单人沙发上刷手机。3个人整整齐齐，像一幅温馨的全家福。我站在玄关，看着这幅画面，觉得荒诞极了。回来了，父亲头也没抬。吃饭了吗？厨房给你留了，吃过了。我换鞋进屋，苏妙妙抬头看我，眼神在我身上停了1秒，然后甜甜的笑。姐姐今天去哪了呀？我打你好几个电话都没接，没电了。我敷衍地回了一句，往自己房间走。等一下，父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不轻不重。今天在会所，你那个态度怎么回事？我停下脚步，没回头。什么态度？你阿姨让你帮忙，你推3阻4，你妹妹身体不好，你还让她去仓库。她的声音压低了，带着一种熟悉的、即将爆发的怒气。你是不是对他们有意见？我转过身，客厅里的3个人都看着我。父亲皱着眉，林婉清一脸我说什么来着的表情。苏妙妙垂着眼，睫毛微微颤动，像只受了惊的小鹿。我看了一圈，最后把目光定在父亲脸上。爸，我累了。我说，声音很平静，明天还要早起去囤货，我先睡了。说完，我转身进了房间，关上门。门外，我听见苏妙妙小声说：“爸爸别生气，姐姐可能真的累了。”然后是父亲的一声叹息，和电视里新闻播报员的声音：“近日，多地报告不明病毒感染病例，卫生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护。”我靠在门板上，闭着眼，数着自己的心跳。7天，还有7天。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屏幕上亮起一条微信消息。我低头看了一眼，是苏妙妙发来的，只有6个字。第2天早上5点，天还没亮，我就出门了，先去银行取钱。柜台的小姑娘看我一次性取20万，多问了一句用途。我说买车，她就没再说什么。20万现金装在一个不透明的袋子里，沉甸甸的压在手心。我打车去了城西老区的菜市场，找到昨天那个超市老板，一口气买了30箱矿泉水、50箱压缩饼干、20箱罐头。老板眼睛都直了，小姑娘，你这是要开超市啊？差不多。我把现金拍在柜台上，您帮我送到刚才那个地址，4楼。辛苦。他数钱的手都在抖。送到，一定送到。我又去了五金店，买了3把开山刀、1把工兵铲、1捆尼龙绳、2个防爆头盔。五金店老板是个退伍老兵，看我买这些东西，多嘴问了一句：“姑娘，学防身的？”我付了钱，您要是有军用弓弩，也给我来一套。他看了我一眼，从柜台底下翻出一个箱子，这玩意儿不卖，但你要是真需要，送你。箱子打开，是一把复合弓，配12支箭，我儿子的，他出国了，用不上。老板把箱子推过来，拿去练练，这东西比刀好使。我接过来，心里热了一下，
上辈子在末日里，我对所有人都设防，因为每个人都想从我身上捞好处，但总有些人会在你没想到的地方给你一点善意。谢谢您。我说，把工箱背好，您这几天也别出门了，多囤点东西。他愣了一下，然后笑笑，行，听你的。回到公寓时，送货的车已经到了，老板亲自开车，还带了他儿子帮忙搬，3个人楼上楼下跑了4趟，才把所有东西搬进屋里。我站在客厅中间，看着堆成小山的物资，心里终于有了一点踏实感。水、食物、武器都有了，还差一样，药品。我接起来，他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陈念，你今天又没来帮忙，仓库那边你妹妹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赶紧过来。我靠在窗台上，看着楼下渐渐暗下来的街道。爸，我说了我最近忙，你忙什么？他提高了声音，你是不是存心跟你阿姨和妹妹过不去？我没有跟任何人过不去。我的声音很平，我只是不想再当免费劳力了。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上辈子听过无数次的话：念念，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没有回答，变成这样，我只是变成了一条不想被宰杀的狗而已。爸，我说7天后你会知道的。挂断电话，窗外最后一缕光沉入地平线，老街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街道。我拿出那张计划纸，在食物、水、武器、药品后面又加了一条：第5，练剑，每天200支。放下笔，我闭上眼，把上辈子的记忆像翻书一样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第1天，疾控中心爆发病毒，官方封锁消息。第2天，市区出现疑似病例，医院挤满人。第3天，军方开始封锁主城区，谣言四起。第4天，电力系统不稳定，网络开始中断。第5天，变异犬从下水道涌出，第1波大规模死亡。第6天，丧尸潮攻破防线，全城沦陷。第7天，父亲把我绑在路灯柱上，我睁开眼。7天，168个小时，足够我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手机又震了一下，不是苏妙妙，是父亲发在基地群里的消息。第3天，我搬进了城西的公寓。走的时候，林婉清在厨房做饭，苏妙妙在客厅练钢琴，父亲在书房打电话。没人注意到我拖着2个行李箱从2楼下来。门关上的一瞬间，我听见钢琴声停了。苏妙妙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我，手里还端着一杯没喝完的奶茶。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我上了出租车，报了地址。从那天起，我再没回过那栋别墅。第4天，街上开始有人戴口罩了，新闻里说的还是可控可防，但超市里的方便面已经快被抢光了。我的公寓里物资堆得满满当当，水、食物、药品、武器分类码好，整整齐齐。第5天凌晨3点，我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惊醒，不是地震，是地下管道传来的某种东西大规模移动的声音。上辈子我听过这个声音，变异犬，他们来了，比上辈子早了整整1天。我翻身下床，摸到床头柜上的复合弓，拉开窗帘，楼下老街上空无一人，路灯忽明忽暗的闪了几下，然后彻底灭了。黑暗中，我听见远处传来第1声尖叫，然后第2声，第3声，然后是铺天盖地的让人头皮发麻的嘶吼。我握紧弓，指尖发白。上辈子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吓得缩在基地角落里哭了一整夜。这辈子我站在窗台上，借着月光看着远处的天际线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城市的灯正在一盏一盏地熄灭。基地群里的消息像炸了锅，我家楼下有人被咬了，什么情况？军队呢？国栋哥，基地能不能提前开放？父亲的消息弹出来，大家不要慌，基地已经准备好了，所有人到会所集合，我带大家过去。我看着这些消息，忽然觉得好笑。基地，那个所谓的基地，不过是小区地下车库改造的。上辈子120个人挤在车库里，空气污浊，食物匮乏，3天就有人开始生病，但所有人都把那里当救命稻草，包括上辈子的我。我退出群聊，把手机调成静音，楼下传来脚步声，很重，不像人。我从窗台往下看，一个黑影正在街对面游荡，一个人形的东西，但动作扭曲，脖子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歪着，嘴里发出含混的呵呵声。丧尸，第1个。我拉开弓，渐渐对准他的头，手抖了一下。上辈子我从来没杀过丧尸，每一次遇到我都是跑，拼命的跑。渐渐在月光下微微发颤，我深吸一口气，再吸一口，然后松手，剑破空而去，正中他的后脑。那东西晃了晃，直挺挺地倒下去，再没动。我的手还在抖，但嘴角不自觉地翘了一下。
第一支，楼下的老街彻底安静了，远处城市的尖叫声、嘶吼声、警笛声混成一片，像一首末日交响曲。我放下弓，坐在窗台边，开始清点物资：水30箱，压缩饼干50箱，罐头20箱，药品2大箱，武器3把开山刀，1把工兵铲，1把复合弓，24支箭，够了，至少够我一个人活很久。天快亮的时候，手机又亮了，这次是父亲单独发给我的消息。我没有回。第2条，你阿姨和妹妹都很担心你。第3条，你别任性了，外面危险。第4条，陈念，你到底想怎样？我盯着最后这条看了很久，然后打了2个字：活着。发完，关机。窗外，天边泛起一线惨白的光。新的一天开始了，末日的第1天。我把手机扔进抽屉，正准备躺下眯一会儿，楼下忽然传来一声巨响，是门被撞开的声音。紧接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跌跌撞撞地冲进楼道，用沙哑的声音大喊：救命！他们来了！我拿着刀下楼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倒在2楼拐角了，是个年轻男人，25、6岁，穿着一件沾满血的工装外套，右臂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但不是咬伤，是被什么东西划的。别动！我把刀架在他脖子前面，用脚踢了踢他的手臂。被咬了没？他喘着粗气，艰难地摇头。没，是玻璃划的。我看了一眼他的伤口，皮肉外翻，血还在往外涌，但周围的皮肤颜色正常，没有那种丧尸特有的灰败。我收了刀，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绷带扔给他，自己缠。他手抖得厉害，缠了半天都没缠好。我蹲下来，3、2下给他扎紧，打了个结。楼上还有没有？我问。有。他咽了口唾沫。楼下还有10几个，都在菜市场那边躲着。我是出来找药的，被那些东西追。10几个。我皱了皱眉，上辈子我花了43天学会一件事，在末日里，人比丧尸危险得多。能走吗？他试着站起来，晃了一下，扶住墙。能，跟我上来。我把他带回4楼，扔给他1包压缩饼干和1瓶水。吃完告诉我菜市场那边什么情况。他狼吞虎咽地吃完，抹了一把嘴。菜市场那堵墙结实，我们堵了门，暂时进不来，但是没水没粮，撑不了多久。多少人？13个，有老人有小孩，还有2个孕妇。2个孕妇。我闭了一下眼。上辈子基地里也有2个孕妇，一个是苏妙妙的朋友，一个是林婉清的远房亲戚。父亲把他们安排在最好的位置，给他们最多的食物，因为肚子里的是希望。结果生下来的孩子第一个就变异了。我能跟你的人谈个条件。我说。赵晨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点意外，大概是没想到一个看起来18、19岁的小姑娘会用这种语气说话。什么条件？我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他们帮我守住这栋楼。我指了指窗外，这条街是我的地盘，想留下来就得干活，砍丧尸、巡逻、搬物资，能干哪个干哪个。他犹豫了一下，他们拖家带口的，末日不养闲人。我说，声音很平，这话难听，但实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点头。我去跟他们说。赵晨走后，我一个人坐在窗台上，看着楼下。赵晨带着人上来的时候，我数了数，13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最前面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怀里搂着一个5、6岁的小女孩，最后面是一对年轻夫妻，女人挺着大肚子，男人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他们都看着我，眼神里有恐惧，有警惕，也有一点希望。我把门推开，让他们进来，东西随便吃，水随便喝。我说，但有2件事，你们得记住。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第一，我说的话就是规矩，不认同的现在可以走，我不拦，没人动。第二，我从墙上摘下那把复合弓，搭上一支箭，对准窗外游荡的丧尸，松手，箭贯穿了他的头，他直挺挺地倒下。我把弓放下，看着他们，谁敢在背后捅刀子，他就是下场。那个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忽然开口了：姑娘，你多大？18。她点点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我孙子也18，昨天没跑出来。空气沉默了几秒，那个孕妇的丈夫把登山包放下，从里面掏出一把消防斧。我听你的。赵晨也点头。我也是。老太太把小女孩放在椅子上，从兜里摸出一把剪刀。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帮你缝几针。我看着这些人，忽然想起上辈子我死之前塞饼干给的那个小女孩。她不行的。老太太刚开口，小女孩已经站起来了，走到我面前，仰着头看我。我能。她眼睛里有一种我上辈子没有过的东西，不是恐惧，是恨。我蹲下来，把弓递给她，握住。她的小手攥紧弓把，指节发白。第一刻，我把她的手抬高，不
不想死就瞄准。小女孩松开弓弦，箭歪歪扭扭地飞出去，定在门框上，离我耳朵只有3公分。赵晨倒吸一口冷气，小女孩却笑了，露出2颗缺了的门牙。我下次一定打中。我盯着她，忽然也笑了，这小孩有点意思。下午，我开始带人布置防线。1楼大厅清空，把所有易燃物集中到承重墙旁边。2楼、3楼堆沙袋，钉木板，做成简易路障。赵晨带人在楼顶架了一个观察哨，用望远镜盯着街口的动静。西边来了一波，他趴在楼顶边缘往下看，至少100只。10分钟后到，撤。我说，所有人回4楼，我们把铁门焊死。在楼道里堆了3层沙袋。半个小时后，楼下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零星的嘶吼，而是成片的铺天盖地的咆哮。丧尸群撞在1楼门上，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小女孩抱着弓坐在楼梯上，脸色发白，但没有哭。楼下又传来一声巨响，整栋楼都震了一下。1楼的门撑不住了，所有人撤到5楼。我站起来，把弓背上。赵晨带着老人和小孩先上去了，老周拉着孕妇的手，一步一步往上挪。楼道里开始有丧尸的味道，腐烂的、腥臭的，让人作呕的气味。我把最后一道沙袋堆好，正准备往上撤，忽然听见一个声音，不是丧尸的，是人的。救命！开门！我从楼梯间的缝隙往下看，1楼大门的木板已经被撞开了一个口子，外面挤着7、8个活人，正在拼命往里挤。赵晨也听见了，他回头看我，怎么办？上辈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开门，然后把丧尸一起放进来，所有人一起死。这辈子不开。我说，可是那扇门一开，我们都得死。我的声音冷得像刀。4楼以下的防线全白费，5楼、6楼的人一个都活不了。楼下又传来一声尖叫，然后是丧尸扑上去的声音。赵晨别过头，没再看。我拉着小女孩的手往楼上走，身后惨叫声、咀嚼声、嘶吼声混成一片，像地狱的交响乐。到了6楼，所有人都坐在天台上，脸色灰败，他们死了。赵晨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我知道。我把弓放在地上，靠着墙坐下来。我杀的。没有人说话。第6天，楼下的丧尸从零星几只变成了成群结队。我站在窗台上往下数，光这条街上就有不下50只。他们不再漫无目的的游荡，而是开始聚集，像狼群一样在建筑物之间穿行。上辈子，丧尸在第6天开始进化，速度更快，攻击性更强，甚至学会了一点合作。赵晨，我头也没回。楼下那道门还能撑多久？他走到窗边看了一眼，脸色发白。最多2天。2天。我回屋，在纸上画了一张楼层的平面图。这栋楼6层，我们占了4楼以上。1、2、3楼的门窗已经用木板和铁皮封死，但那种程度的防御挡得住零星的丧尸，挡不住尸潮。1楼到3楼，每层设一道防线。我用笔在图上画线，退到4楼之前，至少拖住他们2天。然后呢？赵晨问。然后我走到窗台边，指着街对面那栋楼，然后炸掉中间的通道，让他们掉下去。赵晨倒吸一口气，你哪来的炸药？不需要炸药。我说，煤气罐，1楼的。他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你是说？对。我把图折好塞进口袋，只要把他们引到1楼，引爆煤气罐，整栋楼的底层的墙会塌，他们掉下去，我们往上撤，这太冒险了。老周开口了，万一引爆的时候我们在楼下呢？所以需要一个诱饵。我说，把丧尸引到预定位置，然后迅速撤退。这个诱饵我来当。屋里安静了3秒，赵晨第一个摇头，不行，你一个姑娘。他们都愣住了。老太太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小女孩抱着弓站在角落里，忽然开口，我也去。你不去？我看了她一眼，你得留在这里保护大家。她抿着嘴，没再说话。下午，我带人继续布置防线，赵晨带人在楼顶观察，老周在1楼铺设引爆线路。我把煤气罐一个一个搬到指定位置，用沙袋围起来，留出引爆口。你确定这能行？赵晨从楼顶下来，满脸灰。不确定。我说，但不试试，我们都得死。他没再说什么，拿起斧头继续干活。天黑之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我站在4楼窗口，看着楼下越来越多的丧尸，他们已经聚集了上百只，黑压压的一片，在街口蠕动。赵晨，我说，凌晨3点动手。他点头，开始磨斧头。凌晨3点。赵晨带着老周摸到1楼，我站在4楼楼梯口，手里攥着打火机，听着下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一声闷响，整栋楼都在晃，天花板的灰簌簌往下掉。小女孩尖叫了一声，被老太太搂进怀里，稳住。我扶着墙站稳，朝楼下喊，赵晨。
他的声音从烟雾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炸了，墙塌了，1楼全塌了。我冲到楼梯口往下看，浓烟和灰尘糊了一脸，透过缝隙能看见1楼的承重墙塌了一半，砖石碎块堆成一座小山，把大半丧尸埋在了下面，还有几只没被砸中的正沿着碎砖往上爬。老周应了一声，紧接着传来沙袋滚落的声音，碎石和沙袋一起往下砸，把那几只爬了一半的丧尸也砸了下去。终于安静了，我靠着墙大口喘气。赵晨从浓烟里钻出来，满脸灰，嘴角咧着。成了，都砸下面了，你受伤没？他摇头，拍了拍身上的灰。老周帮我挡了一下，磕破了点皮。老周也从下面爬上来，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血糊了一袖子。我把他拉到窗边，借着月光看了一下伤口，还好是碎玻璃划的，不是咬伤，先止血。我从急救箱里翻出碘伏和绷带，3两下给他缠好。他龇牙咧嘴的忍着疼，忽然问了一句：“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会这么多？”活过，我说，语气很平。他没再问。天亮之后，我趴在窗台上往下看，1楼塌了大半，碎砖堆到2楼窗户下面，丧尸的尸体埋在砖堆里，有的还在动，但大部分已经不动了。幸存的那几只正沿着街边慢慢往西边挪。这栋楼暂时安全了，但只是暂时。赵晨凑过来，还能撑多久？最多3天。我说，等他们反应过来，绕过这堆碎砖从侧面爬上来，我们就没地方退了。那怎么办？我看向街对面那栋楼，6层，结构跟这栋差不多，但1楼是商铺，有大铁门。赵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皱眉，那边不是也有丧尸吗？有，但少。我说，昨天晚上那一炸，把这条街的丧尸都引到咱们楼下了，对面那栋最多还剩2、3只。他想了想，点头，行，我带人先过去清场，小心点。我把工地给他，用这个，别近身。他接过去，试了试手感，然后带着老周和另外2个年轻男人从楼顶搭了一块木板，跨到对面楼的5楼窗户。我站在楼顶看着他们。赵晨的剑法不行，第1剑偏了，第2剑擦着丧尸的头皮飞过去，第3剑才正中他的眉心。老周从后面补了一斧头，那东西彻底不动了。清完了，赵晨在对面楼顶喊：“过来吧。”我回头看着身后这些人，老太太抱着小女孩，孕妇靠在老周身上，另外几个人拎着大包小包走。我背上弓，第1个踩上木板，木板晃了一下，楼下是6层楼高的深渊，摔下去必死无疑。我没往下看，一步一步稳稳地走过去，身后传来脚步声，一个接一个。小女孩走在最后面，老太太牵着她，走到一半，木板忽然发出一声刺耳的断裂声，别动！我喊，所有人停住了。小女孩站在木板中间，脸色煞白，但没哭，往前走。我蹲下来，把手伸过去，看着我，别往下看。她咬着嘴唇，一步一步，小碎步往前走。木板又响了一下，2步，1步。她的小手攥住我的手指，我一把把她拽过来，抱进怀里。身后木板咔嚓一声断成2截，从6楼掉下去，摔得粉碎。小女孩趴在我肩上，终于哭出声来，没事了。我拍着她的背，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没事了。赵晨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都过来了。我点头，把小女孩交给老太太，站起来看着对面那栋楼。她立在那里，灰扑扑的，窗户破了大半，但结构完好。1楼的大铁门关得严严实实，门口没有丧尸。赵晨带人把1楼清干净。我说，老周，把物资搬过来。其他人检查窗户和门，能封的全封上。他们应了一声，各自忙去了。我站在窗台边，看着楼下，太阳升起来了，光秃秃的照着这条街。远处，城市的天际线像一排倒塌的墓碑。手机从口袋里掉出来，屏幕碎了一个角，我捡起来，按了一下开机键，竟然还有电。消息栏里密密麻麻全是未读。父亲的消息，念念你在哪？林婉清的消息，念念快回来，你爸爸很担心你。苏妙妙的消息，姐姐，基地很安全，你快回来吧。还有基地群里的消息，从求救到咒骂，从咒骂到绝望，从绝望到沉默。最后一条消息是父亲发的，时间显示是今天凌晨4点。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上辈子他绑我的时候没有问过我这句话。我把手机关了，塞进口袋最深处。姐，赵晨从楼下上来，手里拎着一把消防斧。1楼清理干净了，有2扇窗户需要加固。走。我站起来，把弓背上，走到1楼门口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按住赵晨的手，贴着门缝往外看，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正跌跌撞撞地朝这边跑，身后跟着3只丧尸。她的脸被血糊住了大半，但我还是认出了她。苏妙妙，
苏妙妙跑到门口的时候，身后的丧尸已经追到3步之内了。赵晨拎着斧头就要开门，被我一把按住。别开！他瞪大眼睛，他快被咬了。我知道，我把弓架上，搭箭，瞄准。赵晨愣了1秒，你要射他，射他后面的。箭破空而出，正中追在最前面的丧尸眉心，他像被锤子砸了头一样，直挺挺地倒下去。第二只绕过来，扑向苏妙妙的侧面。第二箭偏了，箭擦着丧尸的肩膀飞过去，钉在墙上。他被激怒了，嘶吼着加快速度，爪子已经碰到苏妙妙的衣角。第3箭，这次没偏。第3只犹豫了一下，转身跑了。我放下弓，把门打开，苏妙妙跌进来，摔在地上，浑身是血，脸上分不清是眼泪还是血。他抬头看见我，嘴唇抖了几下，叫了一声姐。上辈子他也是这样叫我的。在父亲把我推出去之前，他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姐姐你保重。”然后转身坐上装甲车，再也没有回头。我蹲下来看着他，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他喘着粗气，声音断断续续：“基地没了，爸让我来找你。基地没了。”赵晨插了一句。苏妙妙点头，眼泪掉下来。昨天晚上丧尸冲进来，死了好多人。爸他捂住脸，没再说下去。赵晨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姐。苏妙妙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爸被咬了，他让我来找你。他说只有你能救他。他在哪？菜市场那边，我们藏在那个肉铺后面。我站起来，把弓收好。赵晨凑过来，压低声音：“你真要去？”我没回答他，而是低头看着苏妙妙，她的脸上全是血和泪。但有一件事我没有忘记，上辈子她在基地里活了2年，2年里他一次都没生过病，一次都没被丧尸咬过。每一次危险来临之前，他都能恰好躲开。赵晨，我说把他带上去，给他点吃的和水。苏妙妙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丝惊喜。姐，你愿意去就罢了。我没回答，转身走回屋里。愿意。上辈子陈国栋绑我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他亲眼看着父亲把刀架在我手腕上，看着血顺着铁管往下淌，看着丧尸群蜂拥而来，他没有开口说一个字。这辈子他来找我，不是因为愧疚，是因为需要。姐，苏妙妙在身后叫我，我停下脚步，没回头。你妈呢？他沉默了3秒，妈没跑出来。我没有再问。上了楼，小女孩抱着弓坐在窗台边，看见我进来，眼睛亮了一下。姐，我刚才又射中了一个，不错。我拍了拍她的头，走到窗边。楼下，苏妙妙被赵晨扶着进了门，她走路的姿势不太对，右腿有点跛。上辈子她的腿好好的。赵晨，我叫住他，他腿怎么了？赵晨愣了一下，好像是摔的。他说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磕的。我点头，没再说什么。老太太走过来，递给我一碗热水，喝点。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那个姑娘，老太太犹豫了一下，你认识？家里人。我把碗放下，没回答。姐，赵晨在楼下喊我，你下来看看，他伤得不轻。我下楼的时候，苏妙妙正靠在墙边，脸色白得像纸，裤腿卷起来，右膝盖肿得像个馒头，青紫色的淤血蔓延到小腿。赵晨已经给她简单包扎了，但骨头的位置有点歪，脱臼了。我蹲下来按了一下她的膝盖，她疼得倒吸一口气，但没有叫出声，忍着点。我握住她的膝盖，猛地一推，咔嚓一声，她惨叫了一声，眼泪飙出来，但腿已经复位了。赵晨在旁边看得直皱眉，你还会这个？活久了什么都会。我站起来擦了擦手，转身就走。姐，苏妙妙在身后叫我，声音带着哭腔，爸真的被咬了，我没有骗你。我停下脚步，他在哪？菜市场东边那个肉铺后面。他说他会等你。我回头看他，他坐在墙边，满脸是泪，眼神里有恐惧，有恳求，还有一种我太熟悉的东西，算计。上辈子他就是带着这种眼神，把我一步一步推下深渊的。赵晨，我说，看着他，然后我背上弓，出了门。身后苏妙妙的声音追上来，姐，你一定要把爸带回来。门在身后关上，把他的声音隔在屋里。外面太阳已经升到头顶，照得整条街明晃晃的。远处的丧尸影子在墙根下蠕动，近处什么也没有。我往菜市场的方向走，脚步很慢。菜市场离这里不远，走路10分钟，但我走了很久。上辈子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陈国栋把刀架在我手腕上，林婉清摇下车窗对我笑。苏妙妙说，姐姐你保重。然后他们上了车，再也没回来。到了菜市场门口，我没有进去，我站在巷口，看着里面肉铺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门口有血迹，已经干了。爸，
我叫了一声，里面没有回应，我又叫了一声陈国栋，卷帘门动了一下，从里面伸出一只手抓住门边，然后是陈国栋的脸。他瘦了很多，才6天时间就瘦得脱了相，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从额头滑到下巴已经开始发黑，那是丧尸咬过的痕迹。他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念念妙妙说你被咬了。我站在巷口没有往前走，他苦笑了一下，是昨天晚上为了救他。我重复了一遍这2个字，他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愧疚，有恳求，还有一种绝望的温柔。我没有说话，这6天爸一直在想你。他的声音很哑，像砂纸磨过的。你妈走的时候你才10岁，爸没有照顾好你，没有照顾好。我笑了一下，陈国栋，你只是没有照顾而已吗？他的身体抖了一下，你把我的房间给苏妙妙，把我的学费给苏妙妙，把我的机会给苏妙妙，你让我让着他，让了8年，让到最后，我的声音忽然哑了，让到最后，你把我的命也让给他了。念念，你知道上辈子我是怎么死的吗？他愣住了，我蹲下来和他平视，你把我绑在路灯柱上，用我的血引开丧尸，然后带着他们母女俩上了车，你全程没有回头。他的脸色变了，嘴唇抖了几下，说不出话。我这辈子，我站起来，声音很平，不会再让你碰我一下。念念，他伸手想抓我的衣角，我退了一步，他的手悬在半空，像一只断翅的鸟。妙妙在那边，我说你去找他吧，你呢？我转身，我早就没有家了。走出巷口的时候，我听见他在身后叫我，一声比一声小。回到楼里，苏妙妙看见我一个人回来，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恐惧。她张了张嘴，还没说话，我已经开口了。你爸在菜市场，自己去找。他愣了几秒，然后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赵晨站在旁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第8天，苏妙妙没有回来。赵晨去菜市场看过，肉铺后面已经空了，地上有一滩血迹，拖了很远，消失在巷子深处，没找到人。他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血迹被清理过，可能是他自己走的，也可能是……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明白。我没说什么。小女孩走过来，把弓递给我，姐，我今天又练了100箭，准头怎么样？她想了想，认真的回答：10中6，不错。她咧嘴笑了，露出2颗缺了的门牙。老太太在屋里烧了一锅粥，用我囤的那些米和罐头，香味飘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围过来了，一人1碗，别抢。老太太拿着勺子，一人1碗的分。赵晨端着碗坐到我旁边，喝了一口，烫得龇牙咧嘴。我看着窗外，太阳正在落山，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光。楼下，丧尸的影子在墙根下蠕动，但离我们很远。这栋楼，我们守住了，先活着。我说，然后呢？然后我把碗里的粥喝完，舔了舔嘴唇，然后看看能不能活得更久一点。她笑了，也是。小女孩端着碗走过来，挨着我坐下。她喝了一口粥，忽然问：姐，你叫什么名字？陈念。念。她歪着头，想念的念。她想了想，说：那我以后叫你念念姐。我没说话，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老太太又盛了一碗粥递过来，我摆了摆手，她坚持塞给我。你2天没吃了。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舌尖发麻，但我没舍得吐出来。这是末日以来我吃到的第1口热食。上辈子我饿死的时候，连1口凉水都没喝到。念念姐，小女孩又开口了，你会一直在这里吗？会，那我也一直在这里。赵晨插了一句，我也在。老太太笑了一声，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帮你缝几年。老周抱着他的孕妇老婆，也点了点头。窗外最后一缕光沉入地平线，黑暗笼罩下来，但楼里有灯，有火，有人声。赵晨，我说，明天天亮之前把楼顶的木板加固一下。行。老周，检查一下每层楼的门窗，能封的再封一层。好。老太太，粥留着，明天再煮。知道了。还有，我看着小女孩，明天练200箭。她嘟着嘴，但还是点头了。我靠在墙上，闭上眼。外面丧尸的嘶吼声此起彼伏，像一首永不停止的交响乐。但楼里有人在打呼噜，有人在磨刀，有人在轻声说话。我活着，活着就够了。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手机忽然亮了，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念念，我是爸爸，我还活着，我会找到你的。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关了，塞进口袋最深处。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照着这条破碎的街，也照着这栋楼里所有活着的人。3个月后，
我们的楼变成了一个小型基地。赵晨带人把对面几栋楼也打通了，连成一片，用铁板焊了围墙。老太太在楼顶种了菜，老周的媳妇生了个女儿，取名叫探。小女孩的剑术突飞猛进。时钟9，我学会了造弩、配药、给孕妇接生，还学会了怎么在末日里把一群人拧成一股绳。陈国栋再也没出现过。有时候我会想起他说爸知道错了时的那种眼神，但我不后悔。有些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有些路走错了就是走错了。赵晨从外面巡逻回来，身上又添了一道新伤，他自己倒不在意，把斧头往墙上一靠，咧嘴笑，姐，西边那条街清干净了，又找到一批物资，受伤了擦破点皮。我扔给他一卷绷带，自己包，他接过去，动作已经很熟练了。老太太从楼顶下来，手里拎着一篮子菜叶，念念今年的第一茬，炒了吃。我接过来闻了闻，泥土的味道，生涩的，新鲜的，属于活人的味道。我走到窗边往下看，街口站着5、6个人，有男有女，衣衫褴褛，手里拿着 makeshift的武器。他们看见我们的围墙和铁门，犹豫着不敢靠近。为首的是个中年男人，举着一块白布条，朝楼上喊：我们没恶意，只想换点吃的。赵晨走到我旁边，怎么办？先问清楚。我趴在窗台上，朝下喊：哪来的？多少人？中年男人抬头，满脸风霜：城北来的，就我们6个，走了3天，没吃的了。被咬了没有？没有，都检查过了。我看了赵晨一眼，他点头，拎着斧头下去了。10分钟后，6个人被带上来了。赵晨已经搜过身，没带武器。中年男人叫老吴，是个水电工。另外5个人里有3个年轻男人，一个中年女人，一个10几岁的男孩。我们能留下来吗？老吴问，眼睛盯着老太太正在煮的粥。能，我说，但有规矩。什么规矩？干活才有饭吃。巡逻、砍丧尸、搬物资、种菜，能干哪个干哪个，不干活的人不留。老吴点头，行，我们都干活。中年女人走上前一步，我会缝补，还会配点草药。男孩握着拳头，我力气大，能搬东西。我看了他们一圈，点头。赵晨，带他们下去安顿。赵晨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国栋基地，老周凑过来，什么人建的？老吴摇头，不太清楚，听说是姓陈，那边的规矩很严，进去要交物资，还得签什么协议。姓陈。赵晨走到我旁边，压低声音，会不会是你爸？可能吧。我说，语气很平，你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我转身继续清点物资，跟我没关系。赵晨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晚上所有人都睡了之后，我坐在窗台上看着月亮。陈国栋，国栋基地，上辈子他建的基地叫曙光，这辈子变了名字，但人还是那个人。他在找我，他说他会找到我，我不知道他找到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还会不会像上辈子一样把刀架在我手腕上，用我的血换一条生路。但我知道一件事，这辈子我不会再给他这个机会。小女孩抱着弓走过来，挨着我坐下，念念姐，你在看什么？看月亮。月亮有什么好看的？好看。我说，他一直在那儿，不管下面变成什么样，他都在那儿。他歪着头想了想，忽然说，念念姐，你会一直保护我们吗？我低头看他，月光照在他脸上，照出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会。我说。他笑了，把弓抱得更紧了一些。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赵晨跑上来，脸色发白，姐，出事了。我走到窗边，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东边的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正在缓缓移动。尸潮，上辈子我见过一次，那是末日第3个月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丧尸聚集在一起，像黑色的潮水一样涌过城市，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还有多久到？我问。赵晨咽了口唾沫，按现在的速度，最晚明天下午。我转身看着屋里的人，老太太、小女孩、老周和他的老婆孩子，赵晨、老吴带来的6个人，一共15个，15个人，一栋楼，面对成千上万的丧尸。赵晨，我说，把所有物资集中到顶楼。老周，把楼下的门窗全部封死，能封几层封几层。老吴，检查楼顶的木板，加固所有通道。你呢？赵晨问。我拿起弓，检查弓弦。我去外面布置陷阱，一个人够了。小女孩跑过来，念念姐，我跟你去。不行，我把弓背上，你留在这里保护大家。她咬着嘴唇没说话。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在清点物资，赵晨在搬沙袋，老周在钉木板，老吴在检查楼顶。小女孩抱着弓站在窗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一个人走在街上，脚步很快。这条街我已经走了无数遍，每一栋楼，每一个路口，每一处下水道井盖，我都烂熟于心。我在脑子里画了一张图，东边是尸潮来的方向，西边是撤退的方向，南边和北边都是废墟。最好的办法是把尸潮引开。我走到东边的十字路口，停下来。这里有2栋高楼夹着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一堵死墙。如果能把尸潮引进巷子，再从楼顶炸掉两边的墙，就能把他们困在里面。但需要炸药。我回到楼里，把煤气罐全部搬出来，一个一个的运到十字路口。赵晨跟下来帮忙，2个人来来回回跑了6趟。够吗？他问。不够也得够。我们把煤气罐藏在巷子两边的楼里，用长线连起来，引到对面的楼顶，引爆点设在那边。我指了指楼顶，等尸潮进巷子，从上面引爆。赵晨抬头看了看，谁去引爆？我不行。他刚要开口，我抬手打断他，我比你轻，跑得快，而且我看着他的眼睛，这栋楼里的人需要你带着他们活。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点头。下午我们回到楼里，把所有人都叫到一起。明天尸潮到之前，所有人撤到楼顶。我说，等我把尸潮引进巷子，引爆之后再撤回来。如果引爆失败呢？老周问。不会失败。我说。所有人都看着我，老太太、小女孩、赵晨、老周、老吴，他们的眼睛里有恐惧，有信任，有希望。小女孩走过来，把她的弓递给我。念念姐，你用我的，我的比你的准。我低头看她，伸手接过弓。这一夜没有人睡着。赵晨在磨斧头，老周在检查每一层的门窗，老太太在煮粥。她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小女孩靠在我身边，抱着她的弓，眼睛睁得大大的。念念姐，她小声说，你怕不怕？怕。那你还去？因为不去的话，大家都得死。她想了想，说，那我也不怕。我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睡吧。她闭上眼，但睫毛一直在抖。天快亮的时候，赵晨走到我旁边坐下。姐，他说，如果明天，我是说如果，你有什么话要交代吗？我想了想，有什么？帮我照顾好他们。我说，老太太、小女孩、老周一家，所有人。他看着我，眼眶有点红。你自己照顾。我笑了一下，没说话。天边开始泛白，远处尸潮的声音越来越近，像闷雷一样滚过大地。我站起来，把弓背上，检查了一遍箭袋，24支，满的。赵晨带人上楼顶，他站起来，开始招呼所有人往上撤。老太太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握住我的手，捏了捏。姑娘，小心。我点头。老周抱着他的女儿，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小女孩走在最后面，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忽然跑回来，一把抱住我的腰。念念姐，你一定要回来。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我答应你。她松开手，转身跑上楼。东边的街道上，黑压压的一片，正在缓缓逼近。我站在十字路口，深吸一口气，然后我举起弓，对准最近的一只丧尸，松手，箭贯穿了他的头，他倒下去。周围的丧尸愣了一下，然后齐刷刷地转过头，朝我的方向看过来。来啊，我轻声说，然后转身就跑。身后的嘶吼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成百上千的丧尸开始追我，脚步声震得地面都在抖。我跑进窄巷，脚步不停，两边的墙壁在我身侧飞速后退，前方是那堵死墙。50米、30米、10米，到了死墙跟前，我抓住墙边垂下来的绳子，拼命往上爬。脚下丧尸已经涌进了巷子，他们挤在一起，互相踩踏，嘶吼声震耳欲聋。我爬到楼顶，翻上去，大口喘气。巷子里已经塞满了丧尸，黑压压的一片，还在往里挤。够了！我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引线，引线丝丝的燃烧，火光在尘风中明灭。5秒、4秒、3秒、2秒、1秒，轰！煤气罐炸了，整条巷子都在震动，两边的墙壁塌下来，砖石碎块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把巷子里的丧尸全部埋在了下面。我趴在楼顶上，紧紧抓着栏杆，等震动过去，灰尘散开的时候，巷子已经变成了一座碎石堆，几百只丧尸被埋在里面，还有一些在挣扎，但大部分已经不动了。尸潮被截断了，后面的丧尸被碎石堵住，正在往两边分流。我站起来，看着这一幕，成了。我转身，赵晨站在楼顶的另一端，手里拎着斧头，气喘吁吁。你怎么来了？我问。不放心。他走过来，往楼下看了一眼，倒吸一口气。我的天，别看了，走。我们沿着楼顶往回跑，跳过2道隔断，翻过3道围墙，终于回到我们的楼顶。所有人都在，老太太、小女孩、老周一家，老吴带来的6个人
一个不少。小女孩看见我，冲过来，一头扎进我怀里，念念姐，你回来了，答应过你的。我拍着她的背，声音有点哑。赵晨靠在栏杆上，咧嘴笑，姐，你这胆子也太大了，胆子不大怎么活？老太太端着一碗粥走过来，喝点。我接过来，一饮而尽，粥还是烫的，烫得舌尖发麻，但我没有吐出来，这是活着的感觉。楼下尸潮已经分流了，大部分丧尸被碎石堵在东边，少部分往南北两边散开了。我们的楼暂时安全了。赵晨，我说，把东边的路障再加固一层。老周，检查所有门窗。老吴，带人巡逻。是。他们应了一声，各自忙去了。小女孩抱着弓站在我旁边，仰着头看我，念念姐，她说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厉害。会的，我说。她笑了，露出2颗缺了的门牙。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小基地越来越稳固。赵晨带人把周围3栋楼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用铁板焊了围墙。老吴在楼顶装了太阳能板，勉强能供电。老太太的菜地越种越大，已经能自给自足了。小女孩的剑术越来越好，10中9，偶尔10中10，她成了我们基地最小的战士。老周的媳妇身体恢复得不错，小盼盼长得白白胖胖的，哭声嘹亮。有时候我会抱着盼盼站在窗边，指着楼下给她看，那是丧尸，长大了要躲着他们走。她当然听不懂，只是咯咯的笑。赵晨从外面巡逻回来，身上又多了几道伤，但精神很好。姐，西边那条街的物资搬完了，又找到一批罐头和药品，放仓库。登记造册，已经登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数字写得很工整，不错。我说，他咧嘴笑，跟你学的。老太太从楼顶下来，手里拎着一篮子青菜。念念，今天包饺子吧？行。所有人都围过来，老太太和面，老周剁馅，赵晨擀皮，我包。小女孩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面团，捏成各种形状。这是什么？我问。小狗。她举起一个歪歪扭扭的面团，不像，那就是丧尸。所有人都笑了。赵晨第一个冲下去，我拿起弓，跟在后面。楼下，老吴正站在围墙边，手指着东边。来了，又来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东边的街道上，几十只丧尸正在朝这边移动。他们走得不快，但方向很明确，就是冲着我们的楼来的。数量，我问。至少50，不算多，但也不少了。赵晨，带人从左边包抄。老吴，右边。我从正面。你一个人。赵晨皱眉，够了。我拉开弓，瞄准最前面那只丧尸的头，松手，箭破空而出，正中目标。他倒下去，后面的丧尸踩过他的身体，继续往前走。第2箭，第3箭，第4箭，每一箭都命中头部。赵晨带着人从左边冲出去，斧头挥舞，砍翻了7、8只。老吴在右边用钢管砸，也放倒了10几只。我站在围墙上，一箭接一箭的射，24支箭射完，地上躺了一片丧尸的尸体。赵晨浑身是血的走回来，喘着粗气，清完了，受伤没？擦破点皮。他抬起胳膊，袖子被撕开了一道口子，皮肤上有3道浅浅的血痕。我看了一眼，不是咬伤。上来，我给你包扎。回到楼上，老太太已经准备好了热水和绷带，我给赵晨清理伤口，他龇牙咧嘴的忍着疼。姐，他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不知道。我把绷带缠好，打了个结，但至少今天我们还活着。又过了1个月，老吴从外面巡逻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城东那个国栋基地出事了。我正在清点物资，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什么事？内讧。老吴坐下来，喝了口水。听说那个姓陈的跟他老婆闹翻了，基地分裂成2派，打了好几天。他老婆？赵晨插了一句。他不是说他老婆死了吗？我没说话。老吴摇头，没死，叫林什么来着？林婉清。他带着一帮人另立山头了。林婉清，他还活着。上辈子他摇下车窗对我笑的那个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还有呢？我问。还有他那个女儿，好像叫苏妙妙，也跟着林婉清走了。老吴顿了顿，听说走的时候把基地一半的物资都搬空了。赵晨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小女孩走过来，拉了拉我的衣角。念念姐，你认识他们吗？认识。我说，很久以前认识。那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了想，都不是。我说，他们只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小女孩点点头，抱着弓走开了。赵晨凑过来，压低声音，姐，你没事吧？没事。我继续清点物资，跟我没关系的事我不管。
1年后，我们的基地从15个人变成了50个人。赵晨带人把周围6栋楼都打通了，围墙上装了铁刺，楼顶架了瞭望台。老太太的菜地种满了3个楼顶，够所有人吃了。老周的媳妇又怀了2胎，这次她不再害怕了。小女孩长高了一大截，剑术已经比我好了。阳光从门外照进来，很亮，很暖。